介于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之间的智能武器巡飞弹，也叫游荡导弹。名字虽然不咋地，但性能却是1等1的好。巡飞弹可以在目标区域游荡一段时间，以搜索目标，并在定位目标后进行攻击。巡飞弹可以缩短攻击反应时间，防止短时间内敌方将目标隐藏，而且不需要将高价值发射平台放置在目标区域附近，还可以实现更具选择的攻击，可以随时更改实际作战时的攻击命令。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以色列的天空打击者 Sky Striker 巡飞弹。以色列的巡飞弹技术在世界上可以说处于先烈，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颗巡飞弹就是以色列 IAI 的 Harpy。 这种导弹将无人机和反雷达导弹结合在一起，在发射出去后就进入搜索模式，静待敌方雷达激活。如果雷达被激活， Harpy 就可以继续使用其体内的破片弹头来摧毁雷达。在发射后， Harpy 可以在战场上巡航长达6个小时，而这也是巡飞弹与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它可以在目标区域周围游荡相对较长的时间，并且还可以利用内置的弹头攻击目标，加上使用了雷达装置或者移动导弹发射器，其精度要比迫击炮更高。只是巡飞弹导弹不能恢复，一旦武装或者空降就意味着引爆，所以也被称为自杀式无人机。凭借着独特的性能，巡飞弹在开始的各个国家兴起。以色列的 IAI 公司也在 Harpy 的基础上进行升级研发，推出了 Harop 和竖琴这2个大型巡飞弹。Harop 巡飞弹采用车载箱式发射，比起 Harpy， 它的体积和飞行距离、威力都增加了。由于采用廉价省油的活塞式发动机， Harop 最大航程高达1000公里，但受制于200公里的最大通讯链路，它通常是发射后就在战区上空待命，最多可待命9个小时。一旦敌人松懈，就可以发动攻击。23公斤的战斗部虽然比不上巡航导弹，但也足够让敌方目标失去战斗效能。在纳卡战争中， Harop 就是这么摧毁了亚美尼亚视作法宝的 S300P 中程地空导弹发射车。今天的主角天空打击者则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更为廉价的小型巡飞弹。相比较 Harop 和竖琴这种大型巡飞弹，500到1000公里射程，天空打击者要小得多。它的射程只有1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只有35公斤，带有5到10公斤的模块化战斗部，使用数据链和光电瞄准，操纵员可以长时间使用人在回路中的方式操纵这些巡飞弹，甚至可以在接近目标前2秒钟之前返回发射场。同时，天空打击者还有一个优点，其体型比 Harop 和竖琴更小，而采用的是电机推进，噪音更小，信号弱，能够执行秘密的低空任务。另一方面，其速度很快，可以在数分钟内飞至数十公里之外。等到达目标区域之后，便可以进入巡航状态，搜索目标的时长达2小时。如果在巡航时间末端依旧没能找到目标，还能对其进行回收，直接通过降落伞或空气床安全回收。它在显著降低了成本的同时，还具备灵活性高的特点，可以在任何方向上以任何角度打击目标。同时，天空打击者的电动马达驱动螺旋桨要比活塞发动机有着低得多的噪音。去年的纳卡战争中，阿塞拜疆发射的竖琴夜间攻击亚美尼亚目标，会在俯冲时凌厉尖锐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巡飞弹和巡航导弹与无人机三者其实很相似，它们都有推进系统和稳定装置，只是无人机往往被作为其作战平台，形体可大可小，最大的特点是动力强劲，飞行时间长，可以重复使用，搭载多种载荷执行多种任务，战术和战略应用都行。而巡飞弹和无人机更为接近，因为外形大同小异，强调空中盘旋，只是技术简单一些，大多都不同重复使用。巡航导弹则也可以看作无人机，只是技术要求更好，造价更昂贵，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威力更大了而已。既能执行战术，也能执行战略打击，主要对付有价值的目标。毕竟造价高，发射一枚亏一枚，将三者混在一起，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区分开来。世界上无人机的早期历史中，无人机和导弹之间的区别就已经不是很明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Catherine Bug 被认为是最早的无人驾驶飞机之一，其设计目的是通过撞击目标来引爆炸药，更像是火箭，而不是与无人机这个词相关的侦察和攻击机。
而巡飞弹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出现，再次模糊了无人机和导弹之间的界限。巡飞弹是最晚出现的名词，造价与性能也是更低的那一个。相比较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巡飞弹技术简单，造价较低，航程近，速度慢，高度低，战斗部也小，杀伤力不大，总体上是属于低慢小目标。当巡飞弹的优点也十分明显，因为体型偏小，所以很难被发现、预警和拦截。而且部署方便响应，速度更快，作战使用较为灵活。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巡飞弹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武器，并且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按功能区分，那就是攻击型、侦察型以及察打一体机。按投放方式区分，则是发射型、单兵投放型以及机载型。随着传感器技术的改进和无人机变小，巡飞弹在2010年才真正可以投入实战。改进的摄像技术意味着巡飞弹可以看到并瞄准战场上可见的任何东西，而不仅仅是雷达。这种类似高级无人机的游荡导弹变得越来越小，以至于可以由单兵携带和发射。比如美国的弹簧刀巡飞弹，重2.7公斤，长0.5米，可由单兵背包携带。巡飞弹有2对折叠机翼，翼展为0.61米，最大飞行速度161公里每小时，巡航速度101公里每小时。单兵携带的巡飞弹重量更小，便携性更高，相对的牺牲了巡航和射程。弹簧刀巡飞弹最长续航时间15分钟，最大射程只有10公里。以电动机转动尾部的螺旋桨带来动力，噪音小，适应环境性高，而且采用了 GPS 和电视复合制导方式，命中误差在1米内。而且巡飞弹的低雷达、视觉和热量特征使其很难被追踪和击毁，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制裁它。比如以色列就研发了一种用于防备无人机的系统。2017年的时候，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在巴黎航展上展示了一种用于探测和摧毁无人机的无人机穹顶系统。该系统由雷达和激光等组成。该系统采用端对端系统设计，可提供有效空域防御，对抗敌微小型无人机，防止恐怖分子使用其进行空中攻击、情报收集及其他恐怖行动。无人机穹顶系统的雷达可用于识别目标，而其激光系统对其实施摧毁，并且还配有干扰系统，扰乱无人机与其操作员之间的通信。而且巡飞弹的飞行速度其实并不快，最重要的是有精度很高。盲区很少的低空补盲雷达覆盖战场，如果做到提早发现，比如带有战场监视雷达的直升机，或者精度很高的炮位侦测雷达，能够发现速度比巡飞弹快得多、大小类似的炮弹，理应可以发现它。一旦发现，缺乏末端机动的巡飞弹基本上就在劫难逃了。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